所以如果是说他们不是给那个大水冲走的话，就是肯定当中一个是有内幕的。消灭的方法呢，就做成咖喱。那段时间有很多美味可口的那个咖喱在他们那个餐厅里面卖，是吗？是。差不多10点多钟的时候，那个太太就自己回家了。一回家把门一开，就看到那4个小孩子全部都被杀死了，而且那个小孩子一个叠着一个的，每一个身中的刀都有几十刀。翁静晶，危险人物2.0华语广播。欢迎大家来到危险人物2.0。今天我是用华语广播，我旁边呢有何英先生，欢迎你。谢谢你好，翁律师你好。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谁是何先生啊？你看那个书，很多的书，他一共写了9本的书，都是这些犯罪的那个故事，是吗？都是基础于真实的案件。88%呢是我亲自采访的。那我肯定要介绍一下了。何先生他是一个资深的记者，他从1970年5月就一直做记者，做到2013年。本来说是要2011年要退休，但是报馆又把他请回去，所以他其实也是那个时候联合早报的副编辑主任，是吗？对，副采访主任，那么后来做副编辑主任。哇，好厉害哦，好厉害！所以你写了很多这些书，我看到有一些是繁体的，有一些是简体的，是吗？是因为新加坡出的是简体的，那么最近有2本这个台湾出版社他们就用繁体的替我出了2本，可以看一下吗？可以啊，没事。哇，好厉害哦！你看还有英文的 title 今天悬案。还有这个血色镜头，全都是新加坡的奇案。对，新加坡的重案。对，所以很高兴你今天跟我们会讲一些你亲手去见过的、拍过照片的，好像电视台都有采访过你，是吗？那个2023年，他们制作了2个时事节目，是专门讲尸城罪案的。叫做罪案现场，所以有2个系列，Nextio 也有买去，这2个系列收视率还不错呢。哇，很快会有英文台也来了，很多，是英文的吗？还是中文？本来是中文的，那么后来就加上英语配音卖给 Nextbit。而且这2个系列，一共是12季吧。哇，厉害啊！其中有几季还得奖。那希望您可以多点来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一下您亲自看到的那些重案。今天我们要说的2个案件呢，其实就是比较伤感一点的，因为就是大家说的 cold case， 就是说永远都没有破案的。对，悬案。对，已经有差不多40年了吧？对。2宗呢，其中1宗呢就是关乎于2个小孩，那个时候只有12岁，他们去上学就不见了，从此就消失了。对。还有1宗呢，就是牵涉4个小孩，5岁到10岁的，他们就是平白无端的就在家里被残酷的杀死了。对，每一个都中很多刀。对。然后到最后也是找不到凶手的。那我们先说一下那2个人间蒸发的那2个小孩好吗？那是1979年。对了，他是1979年。那么这2个小孩呢，那么一个姓周，一个姓沃。他们都是小学6年级的学生。就是说有一天早上他们一起上学，后来到了休息时间，老师点名。就发现他们失踪了。好像说那个时候他们就是有一个好像应该是姓郭的那个吧，他是坐校车回去的，去到了学校以后，好像还有小孩看见过他。对。后来他就因为另外一个姓卓的那个，他的妈妈好像在附近有什么摊贩啊，还是有住在附近的，那就看到他来喊他儿子说我们一起去上学了。对。那就一起走了。
那个姓郭的那个孩子呢，他的那个书包本来就是放到他的课室门外一些地方的，有同学看到还帮他拎到他的课室里面。对对。但是从来没有进过课室的那天，对是吗？对对对。那后来就到处的找了，好像说是要到开始的时候以为他们还皮，就没有说怎么样的，好像到了第5天，就是开始的时候，就是有人看到他们往一个杂货店走，那么以为他去买汤啊，买汤吃啊，那么而且根据这个新加坡一贯的惯例，那很多人误以为说，要失踪了24小时过后才可以报案。其实根据我向警方了解，他们是没有这样的硬性规定。如果是小孩一不见，可以立刻报案了。大人可能就成年人可能要24小时过后，因为成年人他不会无缘无故失踪，他一定是有原因的。也有很多的原因。对，新加坡是24小时，香港是48小时，但是香港也是一样，很多人也是误以为一定要等过了一个时间，但是没有这个限制，因为他说那么小的小孩，他不见了就可以随时去报警的。是啊，是啊。所以新加坡也是这样是吗？是。那但是就是说他们就延误了报警，因为以为要等，那所以就等了一会儿，然后他们也晚上的时候，他爸爸妈妈就已经两家的爸爸妈妈都到处去找了。就说找不到，他们就想会不会离家出走啦、顽皮啦，很多这些都想到了，但是到了第5天，这个事情就已经升级到升级到警察已经找到那个重案的，你们这里叫刑事侦查局就 CID CID 如果是普通的失踪案，就是由管内一区的警察局处理。不过这个是因为他失踪了5天，肯定有一些内情，所以他们就交给这个负责重案的major case 的，就是 CID 去处理。我就是也是想肯定中间有一些不寻常的东西，因为而且那个小孩好像2个都没有钱在身上面的，那个钱太少了，不可能是可以维持到5天的这样。那么身上也没有带这个护照什么，不可能出国去玩。那后来就怎么样呢？就好像有很多那个谣传的，就说很多的那个版本，又说他被卖到去泰国啊、马来西亚，把手脚都砍断了，又说有谁跟他的其中一个的母亲欠了债，又是有些是私人的恩怨，那究竟是怎么样？有没有什么推敲呢？那个时候因为警方找不到，就通过这个报纸电台电视台。就呼吁说有没有人看到这2个小孩？当时他们的想法是说，可能会不会是2个小孩去那个沟渠去沟渠那边捉鱼因为那个时候小孩子很喜欢在沟渠捉鱼对，那个学校附近好像有一条水沟嘛，大水沟。那么会不会因为这样给大水冲走不过是他们从很多个地方推断，而且那个时候我在报馆也有收到一些读者的信，那么他们说在哪里看到这个小孩又在哪里看到，那么警方都没有放弃这些线索根据报馆提供给他们的消息，公众提供给他们的消息，就是去找。结果还是找不到。对，那个时候就是好多人都有很多线索，但是这个也是挺残忍的，因为有时候就有一个希望，然后有些人他们又不太肯定，有些是可能是怀着一些八卦的心情，对，有给你一些资料，但是又不是一些有什么实际的那种东西的，所以那个父母都很惨，是吗？是，我看主要的关键问题就是说，每一个都是听说，没有一个人他本身说他亲眼看到，没有每个我听说这个听说那个，所以就变成警方在调查这一方面也是觉得很困扰。好像说
他们两家的父母都崩溃了，尤其是那个姓卓的那个，他妈妈是单亲的，是这样吗？对，姓卓的他妈妈是单亲，不过是后来就是这个听说问题也是出现在这个妈妈身上。这个妈妈身上。当时我们是不懂，就是过这个失踪案件过了差不多是10年过后，这个有一天我就有接到一个电话，起初他是写信给我，那么英文信，那么那个是一个私家侦探，他说他以前是做过探长，做过这个警探，然后后来辞职去当这个私家侦探，那么他说他有这2个小孩子的消息，其实在这个之前，麦当劳也有线上，对，要找这个小孩，所以这个案件在在英文报他们是叫做麦当劳孩童失踪案。英文报叫 McDonald Missing Kids Missing Kids 因为麦当劳出钱，好像出挺多的。对，好像10万还是多少这样。在当时那个年代是很多钱了。是很多。那么这个10年后，这个侦探就找到我，他说他知道我认识这个刑侦局就 CID 的局长，那个时候我跟这个局长是好朋友。他说你们是不是可以重启这个案件？这个我起初对他身份是有点怀疑了。我心里面想说，你都做过这个警探嘛，你怎么不认识，还要通过我一个报界的外人去介绍你认识？结果他就跟我讲说，他是有一点特别任务的来，因为他以前做的那个警探是有特别任务的，所以他那种卧底的那种，就是不能有一点，我怀疑是有一点好像那种替政府调查某一些东西这个我不懂。总之，那么他是跟我讲，他说你不信，你可以去我知道你认识几个人，你可以去向他们打听我是不是真的是警探。后来我就向这几个人打听，说不错，他是警探，我就介绍他去这个刑侦局跟这个局长认识。那局长二话不说，马上就叫这个 SIS， 我们是叫做就是这个特别罪案调查组，就专门调查谋杀绑票了，案的那个头子跟他联络，就重启调查这个案件。那是失踪以后10年以后再重新启动。再重新启动。本来是调查了几年没有消息通常都是不了了之的啦，或者是说这个看他们要不要上这个法庭，因为根据新加坡好像也是根据英国的法律，你一个人失踪7年他是可以把它当作死亡论的。对，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这样。那么他重启调查，听说因为那个时候他们调查我有其他案件，所以我就没有去追。我听说他们有调查到说，甚至到这个马来西亚去，马来西亚的新山的几个小镇，听说有看到这2个小孩。不过那个探长那个特别罪案组的跟我讲说，他们没有实际的证据，而且你失踪了10年，样子也不同了嘛。好像就是说那个有人就说那个母亲不是亲生的母亲。对，就是这个私家侦探查出来的。就说是养母，然后这个养母又有一个前夫，前夫好像是不是这个孩子的亲生父亲？也不大肯定。不过他这个前夫听说是在这个新加坡北部的一个小镇是一个流氓头子。
流氓头子。那他为什么就说这个男人回来以后，回到了新加坡，就看到那个小孩，就把小孩带走了，就在那里要拉他走的时候，另外那个同学就看到了，就说你不能把他带走。那他说我是他爸爸，后来就拉扯的把他带走，也把这个跟着的小孩也一起抓走，是这样说的是吧？大概是，当时传闻是这样，不过这样多年来，那么我有跟一些就这方面有经验的警官什么了解，他们比较相信说，他这2个小孩是去沟渠作业啊，给水冲走，但是就是说没有尸体嘛。他如果是冲进，比如说从那个牛顿的那个大水沟冲到新加坡河，新加坡河再冲出去来讲，你很难找到尸体的。感觉上应该就是没了，应该一早就是被杀死了，或者是说是冲走了那种的。因为你说一个男人他要带走2个12岁的小孩，他们会反抗的嘛？对呀，是不容易的，也会逃走的，是啊，也会大叫。但是这个好像还有一个女孩子，就在那个玩的地方，那个 playground 好像有一个女孩在 playground 那里看到就是这个一幕，就看到那个爸爸来把小孩拉走，另外一个就跟着走，所以这样就传到那个私家侦探的那里，是这样，好像是这样吧？是。那么这个男的后来警方也有叫他问话，听说他是马来西亚人，那后来找到那个老公啊，找到那个爸爸，有传他问话，只是说过后也没有什么证据，所以只好放。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这边只能够扣留24小时，现在是48小时了，以前是24小时。那么这个私家侦探就是一直不放弃了。那我起初有问他是不是因为有现场，所以没有。他说他是纯粹是对这个案件发生兴趣，那么也不忍心他们很伤心这样，过后我有在一个朋友的陪同下，一个也是退休的警官陪同下，去一间酒吧打听这个案件，因为这个姓作的，他的妈妈在酒吧里面工作，是这样就是巴哥那么他也认得我，那么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在这边工作，你的背景很复杂。他说没有，他至于为什么要在酒吧工作，是因为希望通过那边知道他孩子的消息。那就是说，他做 bar girl 就在酒吧工作，是孩子出问题以后不见了以后，不是之前，他是这样说吗？对。但是他很胖的嘛，好像是啊。那么他后来他有回去马来西亚，那么他是马来西亚人，有要求马来西亚的这个政坛的人物，就是管这个华人社会的，叫马华。那边有要求他们帮忙，结果也是查不到东西。那我听说他的妈妈后来有遇到车祸，几年前遇到车祸，昏迷不醒。那么现在是不是还在，我也不清楚。那么至于另外一家那个姓郭的，他的爸爸就几年前去世了，他的妈妈我没有消息，不过听说他的姐姐还经常托人打听他的这个失踪的弟弟的消息。那么甚至他的妈妈一度也经常在那个祖屋楼下要等孩子回来，因为他们始终不相信，因为这个所谓祸要见人，死要见尸嘛，所以他们始终还是抱着这个心理说。那个卓妈妈她一直都说孩子是她亲生的，她否定了这个不亲生的说法。对，所以这个孩子就说，而且知道他们也不搬家，搬家了以后就找不到了，对，就永远住在那个老屋子里面等。香港也发生过差不多的事情。有一个叫
余文汉的孩子，他就是不见了，最后被发现就是过境，从香港过境去中国大陆。最后就看到这样，不是他是有一些智商很低的，他就这样过去，就从此不见了。他的妈妈还是一直在找，一直在等。几岁了？那他不见的时候好像13、14岁那种的。我也就差不多一样。也差不多这样。然后但是就是那些父母，他们是永远不会放弃的。是，哎呀，天下父母心嘛。那而且我觉得是那个时候，你懂，新加坡70年代是刚刚独立啊，刚刚发展，所以就变成很多事情就是教育也不普遍，所以那个时候是很多的传说。哇，这个小孩子不见了，不懂事，会不会给人家砍了头啊，去技巧啊？对呀，都有这样的传说。我知道您写过一本书，就是一个 Andrew Lim 的故事。对。那段时间，对啊，那段时间里面有很多人会把小孩子抓去，然后就把你吃掉那种的，是吗？他那个时候就是70年代到80年代，新加坡正在这个工业跟经济起飞的时候，所以就有很多传说。我有很多外地来的朋友不知道说哇，你们新加坡很安全啊，很好。对，我说是没错的其实一个国家，你从这个开始落后到起飞到繁荣，它是有一定的过程的。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没有一个国家或者地区一开始就是很繁荣、很进步的，都要经过这样的阶段。所以它是65年独立的然后就是一直到七几年，就10年间的时间，那个时候还在改进，对，所以中间还会出现一些怪东西。就是说那个 Andrew Lim， 我觉得真的很害怕。我记得开始的时候，他就派他的情妇去抓猫，对，把猫抓来以后，把眼睛挖掉，然后吃掉那个眼睛。他这个倒是传说的很厉害但后来去抓小孩，其实他们都是受了 Andrew Lim 的影响其实他是一个神棍来的。神棍，对，神棍，他是做那个巫术那种，那个妖术那种的。所以这个小孩，这2个小孩就这样不见了，所以也很多联想。对，会不会抓了去做那个拜祭的那种拜的那个？那个时候最流行的就是说，哇，去拜要建这个高速公路要做这个天桥需要这个小孩的人头来拜祭有这样的说法那个时候，这个你懂，70年代新加坡的一般人的教育程度也不是很高那么很多人还是很迷信的所以就各种传说都有了。那真的是奇怪，就说2个孩子这样去上学，一会儿就不见了，对，那是没有办法去理解的一个事情，而且不是一个，是2个。是，而且新加坡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东西，就是一起不见了所以如果是说他们不是给那个大水冲走的话，就是肯定当中一个是有内幕的。对当中一个。而且比较肯定的就是一个为了救另外一个，或者是要跟着另外一个。对，有一个是就是牺牲的，一个本来不是他的对，一定肯定看到朋友这样一直不放弃就跟上了，应该是这样，肯定不是抓2个的。其实小孩子都没有都跟人无冤无仇嘛。对所以他们已经有一个 theory 就是说寻仇，就是得罪了谁来这样对付他，这个说不过去，因为他们太小了嘛。是，也没有那么大的恩怨，所以就是说想到父母那里，那个姓郭的那家人很简单的。对，很简单。还有个姐姐是吗？你对，就是不是但是只有一个儿子。对。也真的是很可怜。两边都只有一个儿子所以那个时候还是中国人，没了那个男的但是另外一个案件呢，就是那个刚才说的那个4个小孩，对，全个4个残杀的孩子，那个也是就是说2夫妻开那个校巴车，就送孩子上学的。他们2个因为有了4个孩子以后，他们觉得又有儿子又有女儿了，
他们去做手术了，就说我们不用再孩子了，去做那个对节育手术啊，做完了以后，全部孩子都被杀死了，这个又是很惨的一个。其实我觉得，凡是这种惨剧惨案有牵涉到小孩子的，我总觉得说，心里面，有点难过了。那么即使我们见惯很多这种悲惨的惨祸，不过每次我想起这2宗案件啊，牵涉到小孩子啊，真的下笔的时候也是心里面对很不好受。不过第一宗，毕竟你没有看到什么恐怖的画面，你还有一个希望，就是说可能他们被抓去什么地方，在另外一个地方还生活着，没有死去。对。但是这4个就是没有可能性了。我看到那个报道您给我的资料，看到记者在那个现场发现了命案以后，警察就说不让进去，后来就抗议那个我们抗议，你们抗议，他就让进去了。进去以后就哭的哭，吐的吐。他是这样，因为那个时候发生的时候，他只准一间报馆派一个记者进去。那么那个时候我的记者有一个记者就刚刚进报馆几个月，所以我说不然让他去练这个胆子吧，就由他去。那么他进去就出来的时候，跟几个警察就在那边吐。那么他就跟我讲大哥，我写不出东西了。我说不要紧，你稳定一下心情，我去跟这个警察拿资料，拿了以后，后来回去报馆，我就跟他讲，不然你把这个经过告诉我，那么我帮忙你看看怎么写出来。因为那个时候，结果他写了出来，他说哇，你好像亲自在现场。我说这个是很多程序，这个是一般的程序，我们跑惯那种新闻的人就懂。其实他这个案件是，说起来是相当的离奇啊。对啊。因为你这样小的地方要把4个小孩子杀害4个小孩子，是很不容易的。那不如我跟大家说一说，究竟发生什么事了？就是1979年1月6号的时候，就有2夫妻他们是开那个校巴的，就送孩子去上学的。他们6点35分就已经离开家里去做工了。到7点多的时候，他就怕他自己的那4个小孩睡过头了，就没有就上学嘛，他就打电话给邻居，叫他们去把小孩子喊醒。但是敲门以后就没有人开门。后来到差不多10点多钟的时候，那个太太就自己回家了。一回家把门一开，就看到那4个小孩子全部都被杀死了。厨房里面一滩的血，在那个面盆那个洗手盆里面，全部都是血。而且那个小孩子一个叠着一个的，每一个身中的刀都有几十刀，是这样啊。是。那最小的是5岁，然后还有一个最大的是10岁，还有2个是8岁是吗？对。8岁还有6岁，他们差不多几乎是2年就生一个孩子，很幸福的。那个房子是一屋的主屋单位是吗？对，那个是租赁主屋来的。就不是买的那种。它就是房间跟厅在一起。因为香港的观众不明白的时候，就新加坡有经济房屋，香港叫公屋，这里叫主屋，就是一组一组的组合的主屋，他们就住在政府的那个主屋里面，是租赁的那种。租赁的因为通常我们这边当年70年代、60年代的时候是平均收入也不高嘛，所以很多都是租赁的，就先租了，过后政府就卖，这样的。
所以他们一家6口啊，就住在那个对房间，对对就好像 studio 那种了。对对对对啊，就是那个 studio studio 那种。那个情况应该是中刀的小孩是中很多很多的刀。是。有一点就算 overkill， 你要杀一个小孩，你不用砍那么多刀，那种的仇恨究竟有多大？会是什么人做的？还有一个就是说，那个房子是没有破门的那种的迹象。对，没有破门。就是说，一个熟人让他们开门进去以后，把他们全部都杀掉。这个熟人究竟可能是谁呢？他们都查过了吧？邻居全部都查遍了。对，都查遍了。好像记得最后好像有一个计程车的司机对出来是吗？他就说记性很好。一般吧，一般吧。你跟我说了，真的很好。你给我看那个资料，我记着吗？那个计程车司机就说，他其实最有用，我觉得。是。他去警察那里说，他说他那天就是那个案发的那个1月6号，他就在这个附近有一个人上车，对，很明显这个人有血在身上，而且看到他的裤带裤带有一把刀。刀柄那样。刀柄啊，然后就看到他很累，在那里一直的喘气，所以就是说这个人最有可能就是杀人的那个。然后的士司机啊，就是把所有他的那个资料就给警察找到那个人吧，是吧？有好像有抓到，有找到，不过问话他好像有不在场的证据。我看到您的资料啊，就说把他抓到了，抓到以后呢，就问话。就是问了以后就没有办法把他联系起来，对。但是这个人问话以后不久就不见了，对，回到马来西亚了，好像是。对。你说这个人可疑否？也有可疑的地方，不过是说，当时我是觉得警方在处理这个案件的时候，可能不够精细。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可能很多现场的证据已经被破坏了。如果是说，当然，如果是以现在的这个侦查技术 ，DNA DNA 啊什么还可以。不过是当时来讲啊，因为当时是60年代末70年代，那个时候我们都没有那种 CCTV 嘛。没有 camera， 那么也没有这个一个很好的现场的这个调查组。所以很多人看热闹，走进走出。你说的对了，你真的说对了。你说他们就是那个守证的时候没有那么精细。对。可以让那个记者进去拍照。是，对呀。那你们大家进去拍完照以后，吐的吐，哭的哭，留下那么多的东西，还有毛发那怎么办？那么还有另外一点是，我觉得他这个负责的这个警长，老实讲，负责的警长我也认识的，他后来破了很多大案件。就是这个案件没有破，是他一生人的遗憾。我在拍那个片的时候有邀请他出来，他不出来，因为他说这个是他唯一的遗憾。然后这个警方不够精密的地方，我听说他们后来还把这个案例，拿去这个警察学院去教那些警员。我看得出，我当时就跟他们讲，你们最容易犯的一个缺点是什么？你不应该在现场同时向他的父母问话，应该个别，因为你同时问话啊，你过后啊才传一个个来啊，他可能回去有串供。因为爸爸妈妈是否也有嫌疑？那个时候还没有排除的。对呀，还没有排除。甚至有的人讲说，可能是爸爸妈妈其中一个。有这样的说法。有这样的说法，不过是说这样的说法，老实讲是有点残忍啊。很残忍，但是通常都是会怀疑的嘛，也没办法。那个时候没有这样多什么精神病的种类的名词出来。你不像现在现在真的很多什么人格分裂症啊，什么症。对。所以
这个案件是很离奇的，当然过后有很多种说法啦。说主要是在他的爸爸身上，也有人说主要是他的妈妈身上。就说他妈妈做那个会头是吧？有人讲说他妈妈做会头，那么也有人讲说，他的爸爸可能对不起某一些人，还是什么这样都有。只是说这个事情大概我看5、6年前他爸爸去世了，他爸爸去世了，他妈妈还在。我们在拍那个片的时候，新加坡有一个叫做罪案图书馆。有罪案图书馆吗？图书馆叫做我们叫做crime library。有这样的 library？那么它是一个民间的组织。它的负责人是一个以前做过狱警的医务。这个监狱里面警察的不是医务的。医务警察医务警察。那么他主持的一个这个association 民间组织。他也有参与这个调查。那么他就说他们访问了很多人，那么也是到现在为止没有法子找出一个真正原因。就是说，这个里面好像是一个反面教材。这个故事，像您说的，以后就是用来教警察，对，教他们怎么应该做，怎么不应该做。这现场可能已经是非常的污染然后他的那个证据你太多人出进进，而且他那个 studio 的房间有多大？你这样当然什么重要的证据都。那个时候有多少家报馆啊？全新加坡4家吗？英文、马来文、印度文、中文有4家，还有电视台、电台。哇，我数到9了。那每一家你送一个进去。你那个什么他这个案件现在轰动过后，还有一些通讯社。所以你看。9个、10个的报馆进去，还有他们抗议，你就让他们进去，踩到一地的，所以这可能应该要封锁，是吧？是的，其实我觉得有一些不足的地方。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么 advanced，就是说还没有那么先进，大家都不懂。大家都不懂，而且那时候所以你很难怪他们，所以他们会拿来做这个教材，也是对的。从那个错误中学习。对。而且那个时候也没有 DNA。也没有 DNA， 也不明白，你拿到那种皮肤血拿到那种头发，还没有想到有那么重要。过后这个案件上验尸厅的时候，这个查案的警长有讲，说他们有发现一滴血，不属于这4个小孩的，就是那个水盆那边有一些血迹嘛，那么他说会跟进这个，不过后也没消息。其中一个小孩是最大的那个吗？他的整只手被斩下来了吗？对。有说他那个手里面是抓着一点头发的。头发，对。所以不过那个头发他们验不到什么，就是那个血不属于这个小孩的不过那个时候这个警方的那个血库跟DNA 都还没成立。对，而且没有这种技术那个时候。没有。所以那个就说那个小孩为什么会被砍掉手，就说因为他反抗，他抓那个凶手。对，他反抗，他也有可能是要保护他的弟妹所以去挡刀这样。因为其他的死者他们都没有被肢体都没有被砍断，因为他不是要毁尸灭迹嘛，他就是要杀他们。对。所以都是那个杀他们的刀伤，就没有这个说砍掉，就只有一个孩子的手给砍掉了，那个右手。是。我还是想问一下，就是那个的士司机那个计程车司机说的那个男人，就是抓来问话的那个人，肯定就是最有可疑的，因为你怎么可能有一把刀在你的身上面，而且你那个血，而且你在那个地方上车，这个人就无论怎么样都一定不能让他走嘛。这个就是查案方面，他们我觉得是
有进步的空间了。这个男人而且是认识这家人的哦。是。他那个时候是怎么样？他在附近开店还是怎么样的？他好像是在那边附近。好像做那好像有借电话啊什么样的，对，就跟这家人好像他附近有一个店，这个人常常去那里帮衬还是怎么样的。总而言之，他是认识这4个小孩的，所以有理由就开门给他让他进来。这个大哥哥是20来岁的，也不老，也是一个年轻人。是这个案件当时是非常的轰动，那么甚至就是说各种传闻都有。那么就是这个报纸，你懂接到消息，有一些报纸也没有去查证啊，照写这样。我记得那个时候我甚至过后啊都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就是说可能警方借着他们的调查受到很大的压力跟阻力，那么就跟当时管报界、管报纸的文化部，我们当时叫文化部，后来改名了，就通知各报的老总说，你们知道的这个线索，我们都有去查，你们不好再胡乱猜测去报道了，你们等我们发正式的文稿，第一次我那个时候进报馆不久了，不过我有问过前辈，第一次警方通过这个文化部来叫报馆小心不要乱写。我这是第一次新加坡政府叫不要乱讲话就这个事情，但也对啊，因为你那个时候那么乱哄哄的，是，而且人心惶惶，那个时候就是这段时间里面好多小孩发生的问题嘛，就是小孩被杀，小孩失踪，所以大家已经很害怕嘛，小孩上学都已经很害怕，所以也难怪的，是对，而且也可以看到你们的警察，新加坡的警察可能是很斯文因为你这样的一个人被抓了，你身上有血，的士司机看到你有刀。任何一个地方都肯定要打到你招，是啊，逼供啊，肯定，因为是99%是你，然后跟你好好的谈，你不承认，那你说我用什么办法呢？我听见也是很愤恨，就有时候就说我们都明白，要很多东西说人权是吗？对，好像你说新闻自由对吧？对，也不应该打电话来叫我不要说这个，不要说那个，但是你要稳定一些事情，你要去查，你又乱讲，然后这个人他说他的人权，但是被杀了小孩的人权在哪里？是你不给他一点压力，他怎么可以承认呢？是，有时就是要从这个整个大计那边着想，就是说我们也要思考看看这个案件对当时的影响，因为过后有很多这个家长都陪孩子上学，甚至不敢离开孩子。那过后，当然教育部也有做一些这个相应的一些政策了。比如说，现在你要去带一个孩子，即使幼稚园也好，你要留下你的这个谁来带？谁可以带？谁不可以带？爸爸妈妈还是谁？而且还要拍照下来。还要拍照下来，安全一点，不然谁都来带。对。这个案中的这个妈妈，我也想问一下，就说那个时候她做那个会然后她做会头，中间也得罪了一些人。现在没有人做会了，可不可以解释一下什么叫做会呢？因为我从小就听到我家里的那个保姆做会，每个人都在做会，什么叫会啊？做会我听说是这个清朝留下来的，就是一种有种类似字花这样的东西的，就说OK， 我们10个人就组织一个会，每一个人1个月，比如说出100块钱，你过后你标会，你就用120块来标，就说你出多20块，所以我这9个人的钱100块就全部给你。那么奇怪的那我还要供跟接下去你要供，接下去我每个月是给100，不过你要给
120。哦，就是说我标会用了120，往后我每一次都要用120。对，等钱缺的人，等钱用的人就会做这样的事情。就会做这样的事情。那么他有规定说，哦，这个会是1年的，或者是3个月的。3个月过后，那个人没有从来不记着用钱用的，那么他就可以收大家的钱。哦，就是说一个人不等钱用的，集合了9个很等钱用的，对，然后你们每个人都有很多钱来标，那我到最后我就变成很多的利息。哦，明白了。如果是说我拿不到钱，你做头的，我就追问你了。所以就是说那个会头很多时候都会跑路的。如果他收了很多人的钱来讲啊，比如说他肯定不止一组了嘛，我 A 组有10个人 ，B 组有20个人，你想看有多少？明白，就是说会头可以跑路，跑路以后就会被人追杀，然后就是工会的人供完了以后拿了那个钱，往后就不供了。他也可以跑路，他也可以跑路，明白了。会缴也可以跑路，所谓会头跟会缴。明白了，就是没拿钱的那个肯定不会跑路。没拿钱的就亏咯。肯定要亏的。亏，如果是说他的钱是很难赚来的，或者是因为这些都是那个家庭主妇的，或者是她的丈夫给她的买菜钱私房钱，也有会缴被跑去跳楼的，也有。真的是所以这个妈妈就是做这个会头的。那个是传说啦。传说，但是还有一个就是说，新加坡的医学也很进步，因为他们不生了4个小孩，家庭幸福就不生了嘛，节育了嘛。后来小孩都没了，他们就去恢复生育。他那个我听说是扎那个输卵管。他的节育方式是扎输卵管，过后是不是可以放？因为看您的那个资料说，他们后来就是把它弄恢复了，就生了1个男的，1个女的。对，他也最后还有2个小孩，是，就算是一种安慰。是，而且都做了祖母。那个时候我们在拍这个系列的时候，本来那个罪案图书馆有联络他妈妈，问他要不要出来的，结果他不要。所以你们拍的那个节目就是罪案图书馆，还有就是拍摄的公司合作的，是这样的。他是这样，他是新加坡的电视台，最初是大概是2022年，那么我是去一个电台，就是有个播客的节目，podcast，就讲这个案件。后来电视台觉得蛮有趣的，他就说可以发展为一个电视的这个综艺节目，时事节目，那么他就好像给一些独立的制片公司去承包啦，看看谁拿到，就是说整个结果当中一个制片公司拿到，那么他电视台又讲说是根据我的书的案例了，那么所以他后来他就有找我就叫我做这个节目顾问，那么也有 interview 我啦，也有访问我，那我也有联系一些当年的警官啊什么，因为我们有一个小组收集资料，都是我以前报馆的同事，所以我就把这些联络电话交给这个资料小组。不过他们后来加进了很多东西，我当初也没有想到的，因为我们当年都没有这样的东西嘛。就是我相信也是很多人喜欢看这个香港啊或者外国的节目，就是那个叫做什么先锋啊，CSI 的那种类似 CSI 的。法证先锋，他们加了很多法证的方面对的，我的这个收集小组就去找这些法证人员，还有包括一些心理学家，来
从各方面来分析，丰富很多，而且丰富很多你们还能找到当时的那些父母啊、家属啊、受害人啊那种的哦。他有一些他是不愿意出来了。有人愿意出来吗？有。哦。有的愿意，就是要尽量去说服他们了。因为我们拍的目的，并不是说要给人家2次伤害啊或者什么这样，主要就是说要疫情看看有没有一些知情人士能够提供最新的资料。而且这是历史啊，口述的历史，是好像那个罪案图书馆也是有资料馆的嘛，就是不能忘记发生过的事情。对，就好像那2个小孩，那个姓郭的、姓卓的，他们就这样不见了，就是随着他们的父母去世，永远都没有人再记得他们。是。而且我们今天把这个事情再翻出来，可能他们还在生，他们看到了，还有一个机会是吗？就不让这样忘掉了，好像就是抹掉了，好像不太好，是吗？对。你们就是说，我看到很多，我是非常喜欢看这些罪案的那个记录的，尤其新加坡其实有很多都是比较大的案件，有一个我记得是咖喱谋杀案。哦，那个对。那个咖喱谋杀案咖喱谋杀案那么也是我处理的，而且他处理这个查案的主要警长也是这个2个小孩失踪案后来重启调查的那个负责人。对，那个咖喱谋杀案也是找不到，也是抓不到，最后没有人定罪的。咖喱谋杀案就是有一个品性很不好的一个男人，对，他的老婆的一家人怀疑没有找不到证据，到最后就怀疑将他消灭了。消灭了以后呢，消灭的方法呢就做成咖喱。那段时间有很多美味可口的那个咖喱在他们那个家里那个餐厅里面卖，是吗？是。那就是这个人就不见了，所以后来就说里面有人呢就嘴巴大，就跟人家说，嘿，他肯定找不到了，因为我把它煮了。后来就展开很多调查，就好像后来到他们住的家里去搜证，也搜不到，因为他们重新装修了嘛。是。所以那个血啊，所有的东西都没了吗？香港也好像有。香港不是做咖喱，香港做青红萝卜汤。青红萝卜汤。不是那个什么叉烧包还是什么？叉烧包是澳门的。澳门的。所以每一个地方都有一点不同的煮法。新加坡是咖喱，澳门是叉烧包，香港呢是青红萝卜汤。青红萝卜汤而且不是一次，1980年代的时候也做过萝卜汤，就是一个坏人把一个小孩给杀了以后就做成那个汤。不过呢，就很快就被破案了，因为他那个人丢的那个汤料丢的太多了，那连很多肉啊、很多菜都没有吃啊。刚好那个警察就在那里，就在抽烟，也是住那个香港的公屋，就你们这个主屋，就看到这个人太多，看全部都是肉啊，怎么你很有钱吗？住在这个屋子里面，政府的房屋，就开始怀疑他。刚好就那个爸爸不见了小孩。他这个咖喱谋杀案，他是。主要就是因为找不到尸体所以没有法子定他们罪。不过他的这个失踪者的这个外家的几个七舅什么，后来也被扣留了好几年。好几年，对。后来到最后，他们这个案子不能入罪，他们无罪释放以后，他们还告报馆。对，要告电视台，告报馆。后来后来上法院了，法院就说你们还好意思来告啊？你们没有什么问题，没有那个法律责任，已经很幸运了。对。告不进的，那个 circumstantial 就是整个环境的证供都是非常有嫌疑嘛。是，而且你到后来始终。这个人都没有出现过，所以真的是所以新加坡这个案子我就很深刻。新加坡很多的案子我都很深刻，有一个就是在那个姐妹岛姐妹岛那个三利安三利安对，三利安又是我很深刻的，就把他要杀他老婆，拿那个保险单，对，然后就把他老婆轰去那个游泳去 diving 去潜水然后就用很短的时间叫他升上来。那个女孩就不知道不可以那么快上来的，就把她弄死。她那个很厉害，她三利安她是读法律系的嘛，
他是读法律系的，他是在他的那个潜水的那个薛啊，那边做手脚嘛。那么而且他这个三立安的人很聪明，他家里后来警方从他家里搜出很多书啊，都是自学什么自学什么，那么他还是赛车名将。他曾经载过这个女的啊，本来啊想要谋杀她，是这样。本来要撞死他他的那个汽车失事，他故意撞向他女朋友的那边。对他撞车，他就 design 到撞他的那边，好像撞了不少一次两次那样的，就所以那个每一个加起来，就他的嫌疑很大。是。后来都是把他抓到，就是那个 Sister Island。对，他这个是新加坡到现在为止，唯一的就是没有尸体能够根据这个环境证据，跟推断的证据来判死刑的案件，唯一的。那个是很早期，就是新加坡独立没有多久以后发生的这个案子，所以这个我记得。Andrew Lim 呢，这个那个吃猫眼的那个我记得了。还有那个孔泰普西翁，那个菲律宾佣人，菲律宾佣人，就是在新加坡把那个雇主的几岁大的小孩杀了，是吧？对。他就说是神经病啊那种，好像是死刑吧那个。死刑。后来就搞到好像国际关系啊。对。这个我也记得。是，有很多是轰动国际的，那麦克菲，那个被编了，小孩他就破坏法官的车嘛，那么后来克林顿还来干涉嘛，那个时候香港那个谁啊？江龙的儿子也是其中一个嘛，好像是那么后来江龙的儿子江龙还写信给李光耀，对，我记得，对，那个也是大案子，也是国际关系的案子。然后还有一个我徐道人的案件也是徐道人对徐道人还有一个就是旅行谋杀，所以先说徐道人，再说旅行谋杀。徐道人那个就是香港的那个私烟案，对私烟案的那个联署的证人。对，那个联署证人，香港也搞很大的事情，因为说是我们香港联署里面有个很高层的人，就是跟他说，你不要来作证，然后这个徐道人就逃到来新加坡，以为很安全嘛，都说新加坡很安全，他这个停车场被追杀打死的，是吗？他那个时候为什么会知道是香港黑帮？因为那个时候很巧，就是香港有一个探长，我记得是姓马的，他在香港做探长的，后来来新加坡做探长，他就发现说，他车里面摆的那个什么钥匙啊，摆的几个东西啊，有点像是香港黑帮对付人的仪式，所以就从那边查。这个案件是当时牵涉到，就是这个案件以后啊，有很多香港的这些，他们怀疑是洗黑钱的啦，就是一些按摩业、一些高级的餐厅啊，那个时候有很多香港人在新加坡开很高级的餐厅，动不动几千块的，全部啊，因为徐道人这个案件啊，全部关掉。这个全部是可能牵涉到那个洗黑钱。这个案子我很想说的，这个案子，这个就留着我去查多一点，因为我很想查。可以啊，我们可以合作。可以合作，因为我要查香港的那一边，有一个人，我很想知道他究竟做了什么。够聪明啊！我们香港有一个叫徐家杰的。徐家杰。他是我们廉政公署的副执行主任。因为这个案子呢，他就被开除了。开除了以后，开始的时候他就他跟他太太呢就在那个媒体上面就说这个开除是不公道的，你不可以这样没有理由把我解雇。后来这个事情就上了香港的立法会，就说你不让这样就解雇这个高层。那个时候有一个说法，就是说他跟那个中央政府
关系很密切。但那个时候香港还是英国的殖民地嘛，就说你要是跟那个中央政府、跟大陆的政府太密切关系，可能就是他解雇的原因。但是后来呢，上了立法会以后，就没有人再提这个事情了。原因就是说，他那个听证会里面有那个周梁淑怡啊，有几个很少数目的那些立法会议员，他们知道的真相。就是说，这个案件应该是跟徐道仁的案件是有关的，因为徐家杰他是一个打拳的，他打拳的那个组织里面有很多黑社会黑帮，里面有一些人也认识徐道仁，也跟这个案子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有说是他跟这个案子发生的一些关系。因为那个时候是谁在查这个徐道仁帮谁做证人，就是帮廉政公署做证人的，所以他。作为这个案件里面，他是廉政公署，他应该是不可以结束这个徐道仁的，所以这个事情就是这样的，所以就说他的解雇是跟这个事情有关。是啊，香港有几个跟新加坡有关联的案件，还有那个什么花槽床尸案，对对对，床尸案就是那个 Elizabeth Building 伊丽莎白大厦。那个时候又说是，就说有几个马来西亚人是开金行的，没有新加坡人。新加坡人来的吗？新加坡人开那个金行的是吗？是开他爸爸开金店的。那么两兄弟他的弟弟还曾经一度是这个电视台综艺节目的主持人。这我不晓得。电视台综艺节目的主持人不过。好像很短时期了。那么他也是相当有佛心的。那么有赞助一个佛教团体，有个佛教的图书馆。对，他好像还短暂出家了。对。他后来又把他所有的那个佛教的书捐了，弄一个图书馆那种的。对。那个也是到最后还没有抓到人的。有点奇怪，而且这个我去香港的时候，我还特地跑去那个伊丽莎白大厦，伊丽莎白大厦想要问一些东西，他们都说很多都搬走了，很诡异的。他那个尸体是一个叠在一个上面的，然后那个有一条钥匙在那个口袋里面，然后是用那个好像回教的那个包尸的那种方法，就把两个人就用白布裹起来的。回教。他们说是回教的仪式，把他们两个裹起来，然后就埋在这个花槽里面，封了那个 cement，是这样的。是这个案件也很奇怪，到现在没有破。没有破案，到现在还没有破案。而且他其中一个警长，他来新加坡的时候，当时在酒店，我接到消息，本来要去访问他，结果他不见我们。过后我听说他在香港，他的汽车给人家放炸弹。有这样的事情吗？那我去查一下。我听说。我查一下。我听说很多案件，我跟你喜欢的东西都很相像，一定要大的合作要大的合作。还有一个案件我又是很深刻的，那个是旅游杀手。那个旅游杀手，那个老外，南非工程师。那个英莫，那个红毛，他就是对那个人，他就是到处去旅游，然后就跟那些人做朋友。你订了酒店没有？没有，跟我一块一起坐车，然后你跟他一起，他晚上就来把你杀了，杀了以后拿你那个 credit card 去买东西。对。然后还有呢，他还厉害在哪里啊？他跟他自己比赛时间，他就用一把小刀庖丁解牛的，就把人的整个肢解摆到一个那么大的一个人，让他那个小刀。他最快，他跟自己斗争了，就是23分钟，把一个人整个解体，然后就放到小小的包包里面去到处扔掉。这个香港也有杀，新加坡也有杀，到处杀。泰国也有，好像是新加坡抓到的。他这个能够做到，他也是很幸运因为他那个警长已经去世了，大概50来岁就去世了。他是破很多大案的。那么他是算准他去这个泰国的时候会回来新加坡转机，所以他就在等那个时候也有他的下属告诉他说，你怎么知道他会回来这边转机？结果他说他从他的信用卡
买飞机啊，买这个的什么啊，他说他一定会回来，所以后来他回来机场的时候就被抓。好像这个死刑吗？死刑，后来我倒是忘了有没有死刑。等我去查一下。那应该哇，他杀那么多人，他说杀好多人，全世界的这样旅游杀手，肯定要死刑了吧？那让我去查一下，让我去查一下。但是新加坡抓到的。是，不过有一些外国人他们很厉害，他们在新加坡犯了这种死刑的案件，他就逃掉，逃掉去一个没有死刑的国家，所以你新加坡就会要求引渡回来。不过你在引渡的时候啊，要答应对方说不能够判他死刑。那也对，但是这个不一样啊，这个在新加坡你进来的时候我抓你吗？那不需要答应你的吗？对，这个好像有死刑，有死刑，等我去查一下。而且他这个听说他为什么会破案，这个就是要归功于我们的这个罪案现场调查组，因为他们是在那个 hotel 的那个酒店的浴缸里面啊，肥皂盒的底下发现了一滴血，就从那滴血去追查。而且他这个杀手啊，他很聪明，他就是这样呢，他是用假名去这个登记，那么他们我好像有写，那么也有找到那张照片，就是给他签名了，他的签名了，警方给他签不懂，大概几十个签名了，结果才从里面发现说就是他。您的书有写过这个吗？好像是有。有吗？我看一下啊，你有9本书，我要把它找出来。哇，这个很好看，他好像把一对母子杀了，就把他们骗到那个酒店里面，然后就用他们的信用卡买东西那种的。而且这种，我去找一下啊，就是说但我记得就是说那个浴缸底的那个地方。我可能没有写在这边，不过我有写在报纸上。有写在报纸上啊？我改天传给你。对，您的资料全都有吗？就是说那个现场的照片啊，那种所有的东西，你都传好吗？这个，因为有些的照片比较恐怖的嘛，你说好像那4个小孩的那个照片，那种照片是现在的尺度是不可以在报纸上面出现的 ，YouTube 也不可以。那些您准备怎么样啊？那些那么好的资料？要弄一个 archive， 你有没有把他们送给这个罪案图书馆？没有，他这个罪案图书馆它是民间组织来的。现在比较麻烦的就是说，他那些有一些照片，如果是报馆，他有署名是他的记者拍，他的摄影记者拍的，我们就不能够用。要跟他买，因为那个版权虽然说是谁拍的，但也是因为工作关系，所以也是属于报馆的。对，所以即使我出书，我也要跟他买，所以只能够用简报了。简报了，比如说OK。明白，就是说您拍的那个照片，因为是工作的照片，所以还是让他们拿着，你还要跟他买。简报的就这样看到了。简报了。明白。简报的。明白。或者是这个死者的照片啊什么啊，那种就可以，那种很多都是警方发的。明白。哇，真可惜哦。但是你那资料还有嘛？所以这种资料都是很珍贵的。就是我们只能够这样取巧了。不然你要跟他买是不合算。那对，不要紧。你人有咖喱饭，我看到了人有咖喱饭。哎呀，你看。人有咖喱饭啊！哇，要拜读，要拜读！我要跟我签名哦！给我签名。肯定。那我们今天还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忘了？有没有什么要补充？就是你是讲还有没有什么很重要的东西我们忘了没说？有没有你觉得很深刻的案件？永远难忘的。这几个案件是最难忘的蛮不错的啦。尤其是牵涉到小孩子的。对。当然
有一些，如果是抢劫案就不太适合啊。也无所谓，抢劫案也是很多很精彩的，也有的很多。有一个抢劫案是蛮精彩的，不过我就是还要再跟这个80多岁的老侦探去跟他。对，你告诉我，你刚刚你说有一个人在找你吗？就是那个80多岁的老侦探。哇，不过他讲话实在快。哦。80多岁了，当然啰嗦了，是很快。因为在70年代初，新加坡的渣打银行，曾经给三个这个强盗抢走90多万。90多万那个时候是天文数字是吗？是哦，1977多年呢。哦。那么后来他们在60天里面就破了案。那破案的这个过程，蛮特别。那么这个后来在破案的过程里面呢，又发生枪战。发生什么枪战？枪战。那么就是有2个警探，就包括这个84岁的就受伤。哦。那么过后呢，又有他们拿回的钱只有60多万，有30多万不懂跑去哪里，就有人怀疑是警察拿了。所以就后来又搞出很多事情来。哇，一个案就连一个案。所以您就要见这个80多岁的中枪的那个中枪的那个罗流就是看他怎么讲啊。这个案件我有写过，只是说就是很肤浅的，就是照当年警方给什么我们就写什么嘛，你懂？警方有时他们有一些东西他们不讲的，就比如说我拍的那2个系列。我有跟这个警方联络，问他可不可以提供一些资料。那么他们很好，因为他们都认识我，他有打电话来给我，他说不是他们不给，是因为这个悬案还没有破的来讲那也对，他们如果透露太多消息，比如说。OK， 你说这个什么什么在现场发现什么什么，如果万一警方他们有抓到人，他那个律师可以根据，你破获什么什么的来说证明那个人没有在场。明白，我明白。那他没有破案，他肯定是不可以让你看的。我明白的。即使破了案了，他们也要保护这个被告，不能够进一步，所以就说不给了，一句到底就是不给，不给不要紧。你看那个80岁的，他可以跟你说，那你就可以拿到很多里面的内幕。当然是说，我有时也是要去这个分析一下，因为什么呢？一般上我相信香港也一样。OK， 做公务员的、警方的有2种，一种呢。他就是熬量就是做到退休，得过且过做到退休，他有退休金拿，不过他要拿退休金，他就要遵守公务员的原则，有一些东西他不能够讲的。那么有一些呢，他是离开中间辞职的，好像这个80多岁他是辞职的，辞职的。老实讲都是有点愤恨的，对，所以讲的话是说180%准。明白。我们还要去求证的。有没有 bias， 有没有偏激？对，因为他很气他的上司什么什么。不过我可以理解是为什么，因为好像70、80年代，很多做警探的。他们只是我们叫做8号9号就是中四或者高中毕业而已。你不像后来很多大学生奖学金的，他们生计比较快，所以这些人做到要死要活他做7年
去年还是12年了，他破获了100多把枪哦，很厉害的。但是他也没有升职升得很快，做那么多都没有。对，所以啊，就很多就是很气愤，就这样辞职哦。就好像我们做报馆的，老实讲，跑这个我们叫意外新闻，香港是叫做突發啊，港聞突發啊，港聞突發OK， 跑這種新聞的人很多都不長久的。很辛苦，太辛苦。第一辛苦，第二啊，你在現場啊，常常被罵被趕的。那麼我為什麼會堅持？這個很簡單。第一，我對這個地下層的這個人的生活有興趣。因為我本身就是很草根的，我爸爸是擺地攤的，我從小就在那種環境，哇，一出門口就給黑社會問你是哪一個地盤的？新加坡在60年代、70年代，我常常跟他們開玩笑，左邊是左派共產黨，右邊是這個社會黨，就黑幫，你左右都不是啊，所以啊，那個時候我只有高中畢業，你能夠找到一份比較自己喜歡的工作，一定是堅持啊。你也真的不容易。後來你又去讀書，又去南京大學讀了一個碩士，然後真的是不簡單，文學的是吧？是中文系。中文系的真的是不簡單，所以真的是佩服。哎呀，不要這樣講，我在佩服你啊！哎，沒了。哇，你以前拍的戲我都有看的啊。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是哦，那個時候 TVB 在新加坡很出名的，從講廣東話開始，你懂嗎？王中仁啊，那個什麼王中仁，還有什麼有幾套啊？你懂這邊啊，那個什麼王中仁是嗎？王中仁之前，王中仁那個苗軒仁、周潤發很多。這個之前呢？我忘了。王中仁之前有一個做阿杜杜做的，阿杜杜自殺的那個。天哪，我記不了啊。那個時候你懂嗎？我們這邊的酒樓啊，這邊什麼我知道，美國也差不多，到處都很紅的。哎呦，每一個 waitress 要提早下班了。我現在回家看電視啊。回家看電視。那以前還記得有一個工種啊，就是幫你錄影，你幫人家錄那個錄影帶，香港賣給你們的，就是我家裡旁邊那個鄰居啊，他們就每一天就在錄那個電視劇，錄了很多很多，然後就把它賣到你們這邊，讓你們看，那賺很多錢啊。是，你看啊，那個時候啊，講廣東話，後來才講華語嘛。配音的，是嗎？後來才講華語，其實講廣東話，哇，什麼我還記得什麼劉志榮啊、馬敏啊，這些都來新加坡登台啊。對，新加坡登台賺很多錢，對。賺了周潤發，對，不是來新加坡登台認識他老婆咯。他是新加坡人啊，他老婆。是咯，他的這個外家是做皮帶的嘛，做皮帶生意的嘛。我們都熟，因為早期我有寫這個娛樂新聞。你也做過娛樂寫過。我還那個時候還有去香港找那個誰啊，汪什麼林啊，汪曼玲汪曼玲還在啊，他還有很活躍啊。所以我最近在 YouTube 看到他。對，汪曼玲對。你也是有一個時候好像沒有。我去讀書了，我去做律師了，所以沒有在娛樂圈。我現在做這個 YouTube 是做來做記錄的，就是把這樣的歷史全部寫好。有個時候你在一個佛教什麼？我是佛教徒，有一個時候我就在香港去，現在還是一樣，去捅破那些佛教的腐敗的東西，就跟他們打官司，去把那個壞人抓，就這樣。就這樣。那我跟你慢慢談，你簽名給我先啊，謝謝啊。應該是今天沒有什麼漏了。還有呢，我們要準備好，我很想問你關於徐道仁的那個案件。
真的是很想知道。徐老人的案件的时候，你应该还在报馆的是吧？是是，对，那个时候我是主任，那么有这个有留意这个案件，我有写，我可以传给你。好啊，太好了。我可以传给你。非常想知道。你给我你的 email， 我就传给你。好，谢谢，非常感谢。哎呀，那我把我的书也回进，然后从香港寄过来。好啊。好，那我们慢慢的在这里。今天几號啊？今天是9號吧，應該是9號，對。寫個日子，謝謝。咁好多謝你哋啦，今日好開心啊，見到阿何瑩先生啦，最後就講翻兩句廣東話啦，多謝你哋收睇啦。咁何瑩先生，那我們要跟觀眾說拜拜啦。好，那我們下回。多謝大家收睇。有啲人話點解你識講廣東話，你早又唔講，而家先講咧？其實你咩話都識講係嘛？我本身係客家人，所以廣府話都識講嘅。咁我哋下次又試下講下廣府話啦。咁好啦，多謝大家收睇啦。如果你中意我哋節目嘅話咧，就訂閱、讚好，同埋share，同埋俾多啲 comment 俾我哋啦。咁我哋下次再見啦。好啊，再見。